iPhone 15贵还要再更贵，那就大家的期待这一次 iPhone 15呢，终于要有一个比较大的涨价了。那这个大家会不会可以接受呢？可以聊苹果店。那我们讲到 iPhone 15啦，当然这个消息讲说它要涨价的这个讯息已经讲了非常久。那我们今天第一次要来讲到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里面有蛮多地方可以讨论，不只是说可能整体通货膨胀，或是它的元组件涨价，那我觉得跟整个产品线的定位要开始做一些不一样的设定吼。那其实就是跟另外一家有点像。那这个可能就是苹果现在要走的方向。我们看往哪个方向走了？是往要最大利益化的方向走了，还是真的要区隔出有一个更顶级的产品？那但我也会以我是消费者的看法来讲一些我自己的想法。那我们就来做一个目前 iPhone 15我们所知道所有会更新的地方这些规格，然后还有它可能会涨价，还有它上市日期这部分，我们都来做一些比较简单的整理给大家看一下。OK， 那首先呢，上市日期啦，很多人就期待说 iPhone 15今年到底会不会准时上市？那以目前看起来呢，没有任何延后的可能性哦。那不管是在它的生产方啊，还有它现在目前市场它进到的阶段的时程，其实好像都非常非常的准时。那当然中间会出什么意外，我们当然很难去预测啦。有时候疫情这个东西说来就来嘛。但是以目前或以过往的往例看起来，今年 iPhone 15就会是在9月的时候发表上市。那苹果照惯例会有一个发表会，然后发表 iPhone、苹果手表或一些其他新产品。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嘛，它的价格呢可能会做一次蛮大的涨价。那其实这个 iPhone 的涨价在每一年都传了非常多次。那今年我觉得是可能性最高，而且也非常非常，也不能说有必要，就是非常合理会在今年做这样的涨价。那这个其实跟它整体的设计规格、跟产品定位、跟里面会用的组件，跟它可能是多年以来第一次的这个大更新的版本，然后还有 USB Type-C。那这些种种原因加起来，我们再来分析每一个这个规格那还有它产品定位会做怎么样的改变。那首先就是在这个相机的地方那我们都知道，大家都在传这次 iPhone 15，那尤其是他们会出一个顶规的版本，不管是它叫 Ultra Pro Max 或什么，它会真的划分出一个顶级的版本出来。那它会在它的相机上面真的去做了一个很大的进步。那你会想说，为什么先前有 Pro 跟 Pro Max 的这样的定位，那它相机为什么不能做这样的进步？我觉得某些方面。这个我们可以先从旧一点版本开始讲起。我们从 iPhone 12开始讲起。iPhone 12 Pro， 那他们在12 Pro 跟 Pro Max 上面的相机规格做了一个区隔。那当初其实让很多人非常的不开心嘛，他们觉得说，我同样是买到 Pro， 我就是喜欢比较小尺寸顶规的版本。那你给我的相机等级又没有像 Pro Max 这么好，让市场的反应其实是很两极。那我当初其实那一年也是最不推荐的就是12 Pro 这一台，我最推荐的是12数字系列的那一台。那这种时候呢，我觉得很多方面你要去考量说，如果你今天放了一个很棒的相机组件在里面，它需要的空间就是那么大。我们看到像 Android 其他的厂牌，不管他们放进1英寸的感光元件啊，或是更好更高倍数的望远镜头，它真的需要占的空间就是比较多。那这种情况下，说真的，他们也没有把这些东西放在很小型的旗舰机上面，因为组件的空间就是这么有限，你要同时维持它有这么高的规格，屏幕也要好，那你电池啊什么的容量一定会不够。那这种情况下，你要做取舍的话，你就只能把它放在比较大的机型，因为它有这样的空间嘛。那再更进一步讲来，拍出更高规格照片啊，或是更高格式的影片的话，多少也需要一些更多的散热空间啦。那所以这种时候，如果说你真的把这两个等级划分开来，你就不用会造成那种大台要去妥协小台，而会放入一样相机等级的这样的选择。那其实呢，我们在三星上面就已经看到，他们在 Ultra 的系列其实早就做出这样的划分，就是说，其实在最顶规的东西本来就是给你一个最大的版本嘛。那本来我这些最顶级的相机就是没有办法放在中阶的机种，那我就不要硬去这样塞，那我就直接划分出一个最顶规的版本。那我们在今年 S23 Ultra 系列上面也看到说，这个最顶规的版本它的价格也是向上提升。我觉得这个也是给苹果一个很好助力、很好的一个理由，说，别人都已经这样做了那这样看起来市场反应也没有因为这样不好，那我们也可以顺势就是往这个方向走，不论是在价格上面的提升，或是直接把顶规的版本划分出只有一台机型出来。那再借这个机会顺便去改名嘛，像是 Apple Watch Ultra、iPhone 15 Ultra、iPhone 15 Pro Ultra， 或是他们要怎么去命名这个东西，我觉得他们现在命名已经越来越乱，定位出一个新的产品线。那其实本来或许应该是 Pro Max， 可是现在换了一个新名字，然后变成一个独一无二新的机型的时候，那趁这个时候价格再向上提升，其实就有它的理由性在。那同时 Pro 等级呢，就像先前的比较数字系列，那我讲的就是先前还是用高规处理器、同年处理器的数字系列，就现在把它拉到 Pro 的等级，数字系列就变成是用去年处理器。那用这种方式去区隔出3个不同的产品线出来，那成本上面也做到更好的控制。那这样我不是要合理化这样的涨价行为了，只
只是我们要去看，那这一次在设计上面，我们目前所得到的这些所有规格上面的更新，那像是它的机体上面、机身上面会做一个全新的设计。那其实就是从 iPhone 12是一个大改款，然后13、14，然后到现在15，终于3年之后要做一个大改款。其实最近几年来都是这样的周期。那它做了一个全部钛合金机身的外形，然后在它边缘的地方也做比较多圆弧的修角。那这个一方面是大改款，一方面也是让它手的握持感会比较好。像现在 iPhone 12到14这种刮手啊这种锋利的感觉，我觉得在上面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解决。那同时升级到钛合金的机身，让它的机身也更加坚固，然后在重量上面相比不锈钢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控制。那再来就是它按钮设计上面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更新。那我们现在所知道就是所有实体按键都会变成触控式的按键。那苹果其实有一套准则，就是说，这种触控式的按键，即使在手机关机的时候，它还是会有一些反应。那这些他们都会预先去想好。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反而是在它的这个静音键。那现在看起来真的非常非常大可能性，它就直接做成像是 Apple Watch Ultra 的这个多功能键在上面。那它上面的功能性就会，当然是第一要取代这个静音的功能。那我觉得第二，它可以有更多功能性设定在上面。那这个我先有专门做一支影片去讲说可能的功能性，然后这个我今天就不再去多讲。那所以这样整个外观，那不只是外形的设计，它使用的材质，甚至它的按钮功能性上面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改版。那在它萤幕上面呢，现在我们看出来的 3D 工程图上面，看它萤幕的边框也是说的比先前还要的窄。那这样不管是你萤幕整个占比是稍微向上，还是因为它旁边修圆弧的这个角度或让它有点向内缩，但这个当然也是其他厂牌早就已经做到的地方了。那在我们再照下面看到它的这个充电口，那这次也是终于要升级到 USB Type-C。这个呢，如果是在 Ultra 系列上面，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所有最高规格的充电速度跟最高规格的传输速度都会绑定在这个 Ultra 或者最高阶的版本。那我觉得这也合理。如果你要出一个最高阶版本，专门针对摄影跟录影来讲的话，那这些档案要传输出去，势必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传输规格。有人会说 AirDrop， 我那天拍了一个电影级模式的影片，大约10几分钟而已，我传到电脑上面，你知道我传了多久？然后又要想它中间可能会断掉或者什么问题，真的是非常的困扰，所以必须也只能依赖有线传输。可是有线传输速度又是 USB 2.0 的速度，是整个体验上来是并不太好。可是如果它有 USB 3或是 USB 4或是雷电的速度的话，那支影片你能想象会传输速度有多快？那下一个我们看到心脏的部分，这一次的处理器呢，据说会是3奈米，那就是真正的一个新版本、新时代的处理器，不是像上一代的4奈米，只是一个加强版的5奈米而已。这次真正会是一个新时代的3奈米处理器，所以可以预期在它的效能啊，还有省电控制上面应该会更好。这个我先不敢讲。那再来就是在它实用性的功能上，也会因为搭配这个新的处理器，配上更好的相机，这个全新的等级，那它可能在录影、拍照跟摄影的规格可以有实际更好的应用。8K 摄影是不是需要？我觉得是还好。可是电影级模式，它可能在运算上面会更加的好，更加的流畅。那或者是在慢动作摄影上面，也终于支援到了4K 这个水准。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如果你今天把这个产品线划分开来的时候，你就说我就是只有 Pro Max 最大的机身、最好的散热、最大的电池、最高规格的相机，可以支援这些最高等级的这些功能性来讲，我个人觉得算是非常合理。那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涨价算是势在必行，或者说也非常可能就是在今年发生。那我刚刚有讲到嘛，三星其实早就在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有时候我就想回来了，其实在当年 iPhone 4、5的时代，那三星也是首先开始出大萤幕的手机。那我要承认，我当初看到那个三星 Galaxy 这么大的手机，别人在用的时候，我也觉得有点突兀，就是说哇，你拿了一个平板在你的脸上面讲电话，比你的脸还要大。可后来也事实证实，就是你用过比较大的萤幕，就发现它就是可视范围比较多。以我们现在在手机上面处理的资讯跟做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那在萤幕越大，它就会越好使用。那不管你看影片、玩手游，或是拍影片的时候，都是一样。那所以看回来呢，其实三星在这些虽然说智慧型手机，我认为是苹果定义出来这个使用方式啊，可是在后续这些产品策略啊，或者是这些萤幕尺寸的走向啊，或者是拉出不同的规格，甚至是 Ultra 这样的命名，其实这些产品策略好像也是三星先走在前面，算是一个标杆啊。那某方面的苹果角度也是看说，敌方最大的阵营他们做了这样的选择，市场的反应看起来也很棒，也很 OK。那我们也可以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就是跟随他们的角度。可是但反过来，其实另一方面也有在跟苹果，像可能拿掉耳机孔啊，拿掉充电器啊，什么这些等等。我觉得两家就是互相在测这个消费者的底线啊。那如果 OK 的话，那另一家就跟着 follow 上去。但以消费者角度看来，可能比较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也没有太多选择啊，这个产品市场走向要往哪方向走。那如果说我不接受，那市场就你去接受的话，那势必它也会一直这样走下去。那我比较期待的就是说，不要在中阶啊，或是这些入门数字系列一直减掉。我觉得尤其是在苹果上面，我一直觉得他们的这个数字系列从12到现在，感觉起来它就是越来越缩减，或是越来越偷掉我们本来对这个数字系列定义应该有的规格。那这一点是比较可惜。那我觉得我能了解说产品区分，他们要做这样的成本控管。但我觉得基本上的一些前一代不好的功能，或前一代就知道
有问题的功能，那我觉得不应该单纯为了成本控管，就把可能前一代在旗舰机上面制造的一些有问题的组件沿用在下一代的数字系列上面。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观感不太好。你可以用稍微低规一点，可是处理掉那些问题的组件嘛，你没有必要沿用一个对焦距离这么远，拍不到文件的这个主镜头，然后又不能去做对焦的这个超广角，而且这些是从 iPhone 12 Pro Max 上面就知道的问题，那是沿用到14，这点是觉得比较不喜欢的。那同样我也不希望在15数字系列上面看到一样的，可能在14 Pro 系列上面看到不稳定的 A16啊，或者什么问题又是延续在15的数字系列上面。这部分我觉得成本控管是一回事啦，那产品区隔是一回事啊，可是至少端出来的东西是要没有问题是好的，这个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方式。好，那你们大家对这个 iPhone 15这个涨价啊，或者它里面这个规格整个大改款里面有什么看法，都欢迎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或是你们有什么比较快的消息想要分享，想要先看到，也可以去 follow 我的 IG， 我在上面都会发一些限动或者是一些贴文。OK，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我是苹果店，我们下次影片见，拜。